每次听到这段唱腔，都会死一个人。这已经是第4次听到了。怎么不唱了？走。他这是怎么了？应是惊风，刚才吓着了。杨英，双清班自历任以来，都有2位班主共同执掌，可为何自青云以后，就成了1位班主？不是的，还有一位清溪班主，她是青云的师妹，后来她嫁人带着徒弟走了，青云就跟她闹翻了。那清溪的徒弟叫什么名字？叫清环，论身法唱功都要比青云的徒弟青离要强，可惜了。那清溪所嫁又是何人？他是西北路的一位将军，好像姓张，还帮他脱了剑籍。那班主青云是何时将班主之位传给了青离？大概8、9年前吧。清溪班主嫁人以后，青云日日饮酒，再无心打理双清班。15年前，青云跟着庞公去西北做生意，赚了笔大钱。而后，听说清溪班主带着徒弟回乡探亲，被劫匪给杀了。从那以后，青云就把班主之位交给了青离，自己便隐退了。之后偶尔会跟我们一起来豫州，跟庞公聚聚。哥，你怎么知道这里会有黄金大劫案的卷宗啊？我在审读邢玉前辈的手札时曾见过。哪个前辈啊？让我也审读一下呗。忘了，只记得之前在豫州任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赶紧找。找到了。这是郑武将军家的护旗。旗，正是清溪。拨给西北边郡的军饷工兵分4路，西北镇武将军押送了一路在定州遭劫，5万两黄金不翼而飞，随行的官兵皆力斩而亡。镇武将军的家眷一同罹难，全都死了？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劫匪？线报说，刘仁利捐官，庞福良购买十方客栈和青云隐退，都发生在黄金大劫案的一年。5万两黄金，还真是好盘算。可那都是军饷，随行的都是官兵，他们疯了。估计镇武将军自己也没有想到，没能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刀枪之下。
我这就把庞辅良那个畜生抓起来，祭奠这武将军。站住！你以为咱们还在说希望？我既领了按察使的差事，就要按国法和刑律做事。可是案子过了这么久，上哪儿去找罪证啊？秦云和刘仁利都死了，庞辅良若再抵死不认，就真的死无对证了。我们这就去会一会庞辅良，把这些证一笔一笔的跟他算清楚。玉儿怎么了？玉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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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夫人，大小姐适才惊风发作，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玉儿自小就有这个病根儿，一受惊吓就容易犯。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娘，我的将军呢？我要我的将军！弟弟去拿，我要将军！弟弟去拿了。这两个玩偶做的真精细，分是在哪里买的？玉儿喜欢听戏，又不方便见外人，所以秦娘特地做了2个给她解解闷儿。姐姐，言儿真棒。佳期祥云，云山望，四海一路寻觅尽。佳玉会找木莲救母，那我们之前听到的，多谢，就送到这儿吧。小婉儿，这是什么？别动，这是曼陀罗花，有毒。宁儿，立刻去府衙，把刚才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七哥，让他尽快带人来清辉园。好。你身上没交了桐油，你的伤我治不了，只要把这剑拔出来，你立刻便会死。是谁伤的你？再不说你就白死了。
快点，赶紧的！快点去打水去，你快点！爷，过来！娘子，干什么呀？救妹妹！来呀！快点，小妹妹在哪？快点灭火，赶紧的！管家，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娘子？我家娘子在不在里面？滚开！别在这碍手碍脚的，滚！你个老奴，你怎么还推人呢？你敢推我？怎么样？看我不打死你！你要再敢动他一下，老子踢死你！秦婉，小婉，没事吧？小婉，小婉，你在里面吗？小婉，娘子，小婉，你回答我一句。等我！没事。我没事。把爱酿成秘密，藏心底，收集苏大小妹妹，的光阴。当我老小婉，你没事吧？你快下来，我看看啊！别动，别动，我看看，没事了，没事了。七哥，真有你的！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吓死我！没事，没事。七哥，你有没有受伤啊？没事吧？也不看看我是谁，放心吧，没问题。谢谢你救了我家娘子。应该的。我们小婉儿这叫什么？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错，娘子后面的福气还多着呢。对。这燕池对秦婉果然不一般，只要运用得当，不出3年，朔西君便可成为太子助力。那侯爷要问起刘仁利的事，该如何？我在信中已经提及了，李慕云突然到访豫州，为了不让他看出行迹，我及时收手了。是。只是刘仁利这种事，以后千万不能发生第2次。若再有一次，我在太子面前将永世不得翻身。那是庞辅良刻意从中隐瞒，怪不得大公子。我到底还是心急了些，怕在有心人眼中早已露了行迹，不能再与誉王走动过近了。正好，父亲来信说，太子的差事遇到了些麻烦，急需九丫头的本事排忧解难。我们这就启程回京吧。是。致命伤与胸口尚有1分距离，
行凶人是想让庞府良看着自己被活活烧死，却无法自救。根据死者的伤势，即便没有被烧死，也有可能死于失血过多，根本没有施救的余地。这本手札上记录了黄金大劫案中父亲的勘验与当时卷宗上诸多不实的疑点。父亲悉心整理了许多悬案的案卷，不知至今还留存了多少。放心，不论还有多少，也不论他在哪儿，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的。卷宗上记录，张将军一家是被烧死在客栈的，可我父亲亲自检验尸身后发现，他们一家其实是死于虐杀，而纵火只是为了掩盖痕迹。清溪悬吊至颈部折断而亡，长子被溺毙，张将军背后中箭而亡。你再看这4位死者，青云被吊死，青离背后中箭身亡，刘仁利被溺死，庞府良虽受箭伤，但活活等死的滋味却比他受的伤更为致命。他们4人的死因与张将军一家几乎一致，这绝非巧合。可他们的真实死因从未记录在卷宗，也从未公开过。庞府杀人案的凶手竟能了如指掌，说明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黄金大劫案的幸存者。你再往后看，其义妹和长女尸首不知所踪，可清溪没有义妹，除非杨英说双清班身手最好的是清环，若义妹就是清环，那清溪的长女很有可能是被清环救走的。杀害刘仁利与庞府良都需要一些武功，从身法还有情优上看，行凶人应该就是清环。根据户籍上的记录，若清溪的长女幸存至今，也应18岁左右，清环则是30岁左右。根据年龄推算，还有那院里种的曼陀罗花、布偶和唱段，清环很有可能就是秦娘。那庞府的大娘子，应该就是张将军的长女。黄金大劫案后，西北边军那场仗打得甚是艰难。我父王一度以为，那军饷就是被山贼劫走了。打退戎狄之后，还去荡平了几个山寨。谁人能想到，一向英武豁达的张将军，竟会死在那几个小人手里？这些人虽然死有余辜，但都不应不明不白地死于私刑。这样的复仇，既无法警戒世人，也有损张将军的英名。无论有何情由，都该让凶手的罪行昭彰，而后受到律法的制裁，包括这些该死之人。放心，我们一定会让黄金大劫案重见天日，用律法还张将军一份公道。夫人，望知州带人把咱们院子围了，说是要抓人。亲娘，你涉嫌杀害庞府良，并纵火焚尸，即可抓捕归案。亲娘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我跟他们去就是。怎么了，亲娘？没事的，小公子。乖。夫人，以后小公子和大娘子就全仰仗您了。亲娘，你们凭什么抓亲娘？不许你们欺负亲娘！洋娃娃，躲猫猫，桌子后面嘻嘻笑。亲娘，你去哪儿啊？你快来找我玩！亲娘，你别走啊！亲娘，升堂。堂下何人？报上名来。婢子庞府侍女秦娘。按察使燕池举合双清班
清溪之徒清环为报仇，杀死双清班前任班主青云、班主青离，江淮路转运使刘仁利，豫州乡绅庞福良。这么多人啊，这都4个少，太吓人了吧！下跪之人，可是清环，现称晴娘。婢子如今只是晴娘。适才所合之事，你可承认？无凭无据，婢子不认。燕聂司可有凭据呈至堂前？本官请幕僚秦九先生上堂。传，秦九先生上堂。在下秦九，见过汪知州。九先生，快请起。谢过知州，只是在下举证多而繁杂，秦娘尚未定罪，敢问汪知州可否对秦娘免跪？起来吧。谢汪知州。九先生可有凭据呈至堂前？赐桌。这2支剑，一支为木梗铁皮，一支为纯铁剑。这支纯铁剑是从死者尸身上取下的凶器，而这支铁皮剑才是剑匣中原本配备的演出用剑。秦匈人将这把铁皮剑换成了纯铁剑，剑的分量加重，需连动2下机关才可射出。因此，杨英再次低头时，铁剑射出，正中死者要害。第1名死者青离在表演时中箭身亡。原来如此啊！请把这些一并传给大人。大人请看，这是第2名死者秦夫人的尸身验状与现场勘验图。白色瓶子里的是死者胃中的曼陀罗种子粉，香囊中的是嫌犯秦娘在住处种植的曼陀罗花果实。双清班班主青云，化名秦夫人，与庞福良在书房密谈，向其索要10方客栈。2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不欢而散。秦轩知道秦夫人嗜酒，借机在酒中下了曼陀罗种子粉。趁秦夫人毒发昏迷之后，嫌犯潜入房中，解下秦夫人的盼帛，将其拉至横梁附近，用麻绳将秦夫人吊于房梁之上，再自横梁上将盼帛绕过横梁系在秦夫人颈下，然后解开她腰间麻绳，利用身体下坠之势将其遗忘。跃上横梁，非一般人所为。青娘是如何做到？这是双清班副班主杨英的证词。晴娘，即为清环，尽得师傅清溪真传，唱功、轻功身法，皆为同辈中的翘楚。就连双清班班主青离，也稍逊一筹。娘，适才燕聂司所言，你可承认？弟子承认。不改色变，杀了这么多人呢，他怎么下不去手啊？肃静！九先生，可还有凭据呈至堂前？不用凭据了，人都是我杀的，是我射死青离，吊死青云，溺死刘仁利，刺死庞辅良，并纵火焚尸，与其他人无关。这也太
这是跟秦什么关系？青娘，你这是当堂认罪了吗？论律法，婢子有罪；论人心，婢子无罪。肃静！大胆刁妇，你竟敢戏耍本官！王知州，在下有几句话想询问秦娘。请问，以你的身手，你用长剑刺伤庞府良时，是否完全可以做到一剑毙命？是。那你为何故意在他心口处留了一痕？因为我要让他求生不得，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活活烧死。你们之间究竟有何恩怨，让你对他下此狠手？他们就是一群黑心烂干的歹毒之人，因为他们合谋吊死了我师父清溪，射死了我师公张将军，溺死了师父的长子，连师父的小女儿佳韵都被吓成那般痴傻模样。因为他们就是15年前黄金大劫案的真凶。这可是惊天大秘密，简直这样。退堂！黄金大劫案择日另审，将青娘带下去。谢谢。我该叫你清环，还是秦娘？自我跟师父离开双清班，清环这个名字就与我无关了，还是叫我秦娘吧。我列举罪状指认你，你一点都没恨我。从做下那些杀人害命的事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为何要恨？九娘子既肯在堂上成全我说出当年冤案，便是对当年的事知晓一二了。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九娘子自然明白我心意。青云虽比我师父年长，却心胸狭隘，极能妒贤。他嫉妒师父嫁得良人，更是艳羡将军府的富贵，有需要找我，便在跟师父闹翻后，又跑来重盘姐妹之情。师父最是重情重义，便轻信了青云的做作，才引狼入室，埋下祸患。路上原本一切顺利，只待到了孟州，便有边军接应。不妨青云勾结庞府良和刘仁利，带着青离摸到了定州。他们假扮成车夫提娘，混进客栈，撂倒了护送的官兵，对所有人赶尽杀绝。师父的一双儿女，当年不过是懵懂幼童，没想到那个歹毒的贱人，还是将他们丢进了井里。亏得那日师父劝我，对待青云要恭敬些，我一时赌气藏了起来，才得以活命。那佳韵娘子，佳韵正是师父的小女儿。待他们走后，我立刻下到井里。可是，只有佳韵活了下来。哥哥至死都把她驮在背上，结果自己淹死。佳韵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做这些，是为了让青云他们血债血偿。像我这般奸计女子，只有变得比那些恶人更狠毒，才能给我师父一家讨还公道。可是你为何不报官？九娘子，黄金大劫案事关军饷，你可想过为何能销声匿迹15年？张将军忠勇刚毅，师父良善宽和，为何他们惨死于小人之手，而那些小人却能飞黄腾达、任性妄为？这世间哪有什么是非善恶、法度严明啊？不过都是权钱2字罢了。是非善恶，法度严明。婉儿，断狱之时需牢记，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负公理，亦不可为公法以寻人情。轻重之不可逾者，是为法；谨持法理，深察人情，是为严明。纵使这世间难有水平精明，但人不可因此失信念，更不能凭此做恶事。以公信，秉持公道，方能改变这不公的天地。若为官之人都如九先生，天下苍生可安享太平。法眼观见小子心，九牧欲往地府寻，假期相遇灵山王，此行引路知迷津，此行引路知迷津。小婉儿，等很久了吧？怎么了？聊得不顺？七哥，你能不能注意着点，非礼勿动啊！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了。哎，我先走了啊！疯丫头，宁儿这般才好，每每看到她，我都觉得羡慕。我看到你才觉得羡慕。这是府衙，不要乱说话。那就回去再说。回去？回去也要等闲下来再说。好，好，好。你说，若我和亲娘异地而处，我不懂医术和勘验，为了报仇，会不会和她走上一样的路？你不会的，我知道你同情亲娘的遭遇，但她所求的是恶有恶报，你要的是天下无冤。就算有再大的恨，你也做不出杀人害命之事。你说的对，祖宗立法，参之在理。希望亲娘的忠义能帮她保住性命。放心吧，圣上对黄金大劫案悬而未破，一直耿耿于怀。若是汪之中能在这事前破了此案，他得到的好处定会恩泽3代，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汪之中，放了我吧，我什么都不要了。庞福良啊，你死了也不干好事，你以后没儿子给你。祸害都除干净了，心里可痛快？大快人心。七哥，咱们走吧。我在外边等你。
此一别，恐难再见。夫人日后有何打算？王志州将我的嫁妆如数还了回来。出嫁前，我曾帮父亲打理过客栈，这些钱足够我潘家客栈养活我们了。郡主，九妹妹，可以出发了。驾！可是在想京城的事。明日就要进京了，我想回家祭奠一下父母。好，待我建功复命之后，后日我就去侯府接你。你不能去，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此事。回京后，我们不可再如现在一般了。你不必担心钟永侯，他不敢对你怎样。他若是拿我来要挟你为太子效力呢？亲眼目睹你舍命救我，怎能不明白你对我的心意？钟永和也是我名义上的长辈，若是拿我的终身做筹码，他不敢。但我们也要为晋王和我爹翻案，不可再节外生枝。至少在人前，我应只是你的幕僚九先生。好吧，只要能令你安心，我定会做到。但我绝不会让你受人摆布，任何人都不行。那就恳请世子殿下祝九先生扬名京城。一定。臣秦树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在为何事烦忧啊？正府爷，你说吧。钟永侯不是外人。是。日才在御前，成王殿下当着圣上的面质问下官少女案的进展，言语间处处指摘太子办事不力，圣上的脸色十分难看。燕琪这个阴险小人，他处处挑拨父皇对我的不满，真是无耻至极。太子殿下息怒，虽然成王对殿下多有冒犯，但圣上依然不改圣心所在，可见不足为惧。如果太子殿下能将此案顺利了结，成王殿下再处心积虑，也无可奈何。
但是圣上限期是年内了结此案，眼看除夕将至，我们至今没有一点线索，实在不行，只能找个替罪之人，先破了这局再说。殿下，不可！虽然能解一时之困，若被成王发觉，会令殿下陷入更大的危局。那你说怎么办？难不成任我在除夕夜宴上变得颜启公然羞辱吗？殿下，老臣有心举荐一人，此人精通仵作之术，又极善推演，荆州和豫州等地的命案能顺利告破，此人功不可没。此人现在身在何处？若真是得用之人，我定不会亏待。他明日即可到京。此人在何处任职？下官立马向吏部要人。等等，正府也莫急，此人并非官府中人，而且由于他身份特殊，此番行事还需掩人耳目。此事务必做严密了，若被那成王知晓，定会从中作梗。殿下放心，此事老臣定当谨慎从事。娘子，前面就是城门了，咱们真回京城了。从今天起，咱们就没有退路了。你从哪儿摘的？山腰上采的，喜欢吗？喜欢。你可是要进宫啊？我先送你去侯府。不好，让人看见，你如何解释？我就说，我去送月宁呢。宁儿可是要回大长公主府的。那好吧，你在侯府多加小心，不必对他们委曲求全，随身带好吃货和银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城门处人多眼杂，你快走吧。走。等我。世子殿下对娘子可真好，我也会学着对他好的。宁儿，我不便与忠永侯府走动，进京后，婉儿就交给你了。小婉儿是我的义妹，等七哥你什么时候当了我的妹夫，再来拜托我吧。你的妻嫂，只可能是婉儿一人。七哥，你这事交给小宁宁，还不如交给我。我保证带着七嫂吃好玩好。你小子休想打鬼主意！我此番回来，你那吃喝玩乐的日子，就算是到头了。父亲，母亲，不用，孩儿给父亲母亲请安了。怎么样？这一路累坏了吧？孩儿不累，母亲放心。还顺利吧？顺利，父亲，孩儿把3位妹妹都接回来了。好啊，这位就是5妹妹、6妹妹，还有9妹妹。你就是秦婉？婉儿见过伯父。当年我见你时，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囡囡，转眼间都成大姑娘了。这5娘子和6娘子也出落得越发出众了。多谢伯娘夸赞。多谢伯娘。都饿了吧？先进府用膳，边吃边聊。来，走吧。这一路可辛苦了。孩儿不累。这平日家里就雨儿一个女孩，你们都来了，这以后府里可就热闹了。母亲，都用过午膳了，雨儿怎么还没回来啊？今日皇后宣诏，进宫侍奉贵人去了。九姐儿虽然在药王谷长大，规矩倒是没落下。回禀伯父，先父怜侄女体弱，从不苛责侄女练习女工才艺。唯独规矩一事，侄女但凡错一点，
都要受管教。二弟就是这个性子，虽然平日里散漫不羁，大规矩却从不错一点，所以才教出你这样的好女儿啊。是啊是啊，只是可惜这九娘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二弟。伯娘说的是，侄女也在想是不是随了仙母，但仙母去得早，侄女竟无福见上仙母一面。不知伯娘可还记得仙母的模样？嗨，怎么可能不记得呢？你看，你那眉毛眼睛长得跟你母亲一模一样，你母亲可是个和顺懂事的女子，只是可惜，哎呀，这身子骨差了点儿。哎呀，别说那些伤心的了，九姐儿，坐，快坐。侄女们难得来京城，过几日便过年了，届时让你们三哥带大伙儿四处转转。真的？当然是真的，京里的市集可比荆州热闹多了。可是三哥和姐妹们回来了。见过父亲、母亲，三哥一路辛苦了。这是荆州来的两位姐姐和九妹妹吧？雨儿，这位是你五姐姐，还有六姐姐和九妹妹。见过两位姐姐。九妹妹，见过八姐姐。原先都是我岁数最小，如今九妹妹来了，可算有人管我叫姐姐了。看把雨儿开心的，这么晚回来，在宫中用过膳了吗？用过了，今日碰巧遇上太子殿下给皇后请安，皇后留女儿一道用了膳，还是我说急着回来见姐妹，这才肯放我回来。你九妹妹她们一路舟车劳顿，也累了，应该早些回去歇息了。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啊！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缺什么吃穿用度，尽管跟你们伯母说。走吧。父亲，今日圣上又对太子发了脾气。哦，此事你不要管，更不能问太子。可是，如若你还想做未来的太子妃，就不能留下干政的嫌疑。女儿知道了。以后那三姐妹多亲近，尤其是九姐。女儿明白。看她今日初入侯府，便气度从容，应对得体，颇有点二弟的临下君子之风。你要派人管好秦香和秦霜，那个秦安的案子，惊骇朝野。若不是太子御前进言，只怕我也要落得一个治家不严的罪名。咱们忠永侯府绝不能再出任何丑闻。孩儿明白。那燕池与九妹妹之事可要促成？此事绝非你想的那般简单。瑞王父子一向不涉朝政，怎肯为门姻亲就摆明立场帮太子呢？何况以燕池的身份，他的亲事必须要过圣上这一关。如若我们插手，圣上必会掀起疑心。是。此番回京，燕池尚未进城，就与你们分道扬镳，也是为了避嫌。他对九姐儿究竟心意如何，咱们再观望一下，顺势而为便是。是。唉，近来成王殿下办差，雷厉风行，颇具圣心。苏贵妃、母凭子贵也独宠后宫。唯是皇后和太子处境艰难，以后你万万不可再出刘仁利那样的事。
孩儿知错了。我已向太子殿下举荐了九简，此次若能解太子燃眉之急，咱们忠永侯府在太子的心目中便更进一步。九简的前程也未必比不上雨儿。父亲，您这是考虑要让九妹妹当太子侧妃？可是雨儿对太子一片真心，真心能保住侯府的爵位吗？本朝勋贵爵位，非大公不可世袭。为父做到吏部尚书已是勉励之称，若是不立从龙之功，以后你如何保得住这份家业？孩儿定铭记在心。娘子，你可是在想沈公和夫人？我家就在那边，也不知爹爹和娘亲的尸骨现在何处。咱们现在既然回来了，可以慢慢着人去找呀。娘子，你可知道今日八娘子进宫去做什么了？我听府上的小丫头说，年后就要选太子妃了，8成呀，就是咱们府上的这位八娘子。八姐姐若是愿意，也算是心想事成，对这侯府也算是好事。八娘子是挺好看的，不过我家娘子要是打扮起来，肯定比她还好看。这种话传出去，徒惹是非，以后可不许乱说了。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想逗你开心一下吗？这更深露重的，九妹妹怎么不回房歇歇啊？当心受了风寒。我看这院子里的景致极好，就想出来转转。三哥来此何事啊？我特来请九妹妹往外书房一叙，父亲有要事相商。莫弈，夫人。雨儿，停下来歇会儿吧。母亲稍等，我临完这章就陪您说话。你的字连圣上都赞赏有加，这停一日又能怎样？一日之功，亦不可废。雨儿，今日皇后可给了准信儿？今日冯家娘子也在，皇后贵重，自不能说什么。你说的是中国公府的嫡女冯晨璧，她对太子妃之位可是眼红得很。母亲放心，父亲是吏部尚书，又兼太子少保，论朝中的底蕴，对太子的忠心，皇后知道谁家的女儿是最好的选择。哎呀，可是现在咱们家可不止你一个女孩了，连你父亲见到九娘子的容貌气度，都赞赏有加。适才竟叫到了外书房，那万一太子见了，难道母亲觉得女儿比不过九妹妹？傻孩子，母亲怎么会那么想？只是这选妃之事迟迟定不下来，我这心里不踏实呀。九妹妹固然出众，女儿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也绝非浪得虚名。太子与我有青梅之谊，母亲还怕他抢了女儿应得的。他如今可是安阳侯的义女，又有大长公主给他做靠。母亲，京城世家勋贵无数，我们若因此自轻自贱，可就落了下乘。我明白父亲的用意，您只管好好照顾九妹妹她们，将来也好为哥哥添点助力。我只怕他见到了更高的高枝儿，生出别样心思来。母亲放心，若真有那一日，我定不会任人摆布。
这里面都是族中长辈清点过的各种账单和契书，二房的产业也都在上面，你看一下有没有缺漏。侄女多亏伯父照拂，方能回京。这些产业理应由伯父掌管。哪里话，这是你父母留下的遗物，自当要由你保管。只是你父亲当初不善俗务，置办的产业不多。但你出嫁之时，伯父和伯母在为你添庄。父亲，九妹妹刚回来，您提嫁妆做什么呀？像着急把人嫁出去似的。你可别误会啊，我可没有你兄长说的这个意思啊。那婉儿就却之不恭了。这就对了，坐坐坐。可惜啊，二弟一生醉心医术，没有看到你如今的建树，就早早的离去了。哎呀，实在令人惋惜。父亲听闻九妹妹不仅医术高超，还助官府连破数案，直羡慕二叔后继有人呢。关于案子，三叔之事，侄女还未能向伯父请罪。秦安是罪有应得，与你何干？伯父还要多谢你呢，及时出手，为秦氏一族铲除了这个丧德辱行的败类。只是没想到你弱智纤纤，面对那么多尸骨遗骸，竟没有一丝的惧怕。起初自然是怕的，但看得多了，也明白人死如灯灭，心知未卜皆是幻想，自然也就不怕了。你这般坚定的心性，真是让男儿汗颜呐。如此，伯父有个不情之请，还望你能够应允。伯父尽管吩咐。数月以来，京城有多名女子被人奸杀，杀人者至今未被抓获，此案事关京畿百姓的安危，伯父擅自做主，把你举荐给了郑夫人，不知你是否愿意助官府一臂之力？婉儿愿尽己所能，助府衙还百姓安宁。好，好，好，请起。好。成王殿下，咱们在京兆府的钉子已将那几个政务处理了。中永侯府可有什么动静？除了大公子秦衍一行今日回京，未见有外人进出。距除夕只有2日，秦朔那老家伙就那么老实，坐以待毙。郑夫人手上没有一点线索，没收2天，便是拖到上元节，他们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钟永侯将一家子的前程全压在那个窝囊废身上，为保住他，只怕是找人替罪这种事也干得出来。这几日盯紧侯府，若他们真敢兵行险招，正好给本王一网打尽。哎，若是撑不住就别想了。朕呢，允许你悔棋。不用。这荆州和豫州的案子办得不错，我还以为你前思后量有了长进，没想到还是个臭棋篓子呀。我这每天都想着如何办好差事，哪有什么闲工夫去想这破玩意儿？哎，他说这是破玩意儿，嘿嘿。在朕面前敢这般答话的，就只有你了。你真是想好了，就去行不？是。那今后，朔溪再无少帅，不后悔？好男儿在哪儿都能建功立业，
若是黄伯父真心疼我，不如给我安排一个高点的官职，让我也有招贤纳士的自由。到时候父王若责问起来，我也有个话说。唉，你跟你父王斗法，还把朕牵扯进来。行啊，现在太后年岁已高，你若肯留在京城，多去陪陪他老人家，区区小事，朕许你了。谢圣上隆恩。郑府尹已经恭候多时，多谢张不道。九弟，这位就是京兆府的郑府尹。见过大人。能得秦九公子施以援手，郑某不胜感激，请。府尹大人，这位是仵作行的行老方伯，本案的初检就是由他做的。方伯，验状。1个半月前发现了第1具尸身，半个月后发现了第2具，直到半个月前发现了第3具尸体。第1名死者是在何处发现？在城南的御水河桥墩之下。这一位死者家住城南，家人报案时说，他前一天晚上出去买了醋，但是一去不复返。御水河桥墩旁可有台阶？没有。那么，御水河旁只能是行凶人抛尸之处，死者遇害的地方另有他处。何以见得？根据死者颈部的外伤，还有眼膜之上的出血点，可以说明死者确实是被人扼住颈部窒息而亡。但死者的臀后侧、小腿后侧，还有脚跟处，均有大面积的挫伤，但并未见出血点，说明是死后被人从台阶上拖拽而成。这御水河旁既无台阶，那这些伤处又是从何而来？第2名死者是从西南一所废弃的民宅里发现的。关门关窗，防火防盗。他在给去城南上工的兄长送完晚饭之后，就不见踪影了。他兄长第2天报了官，2日之后，发现他惨遭毒手。因为这2名死者没有任何关联，所以我们也没想到这会是一个案子。直到半个月后，第3名死者家住在城外郝家村，出事当天本要去西市采买年货，醒醒了，却没成想。杀人了！杀人了！
与验状上有一处不同。从尸身下体的伤处来看，3名死者应都是在死后被人奸污的。什么？冒昧，如何断定是死后不是死前？与前2具尸身上的拖拽伤一样，下体撕裂，但并无出血点。第3具尸身尚未太过败坏，我或许可以从脏腑之中找到些线索。郑副爷，我要剖验这具尸身。剖验？下官参见成王殿下。成王殿下，正是可以。成王殿下，钱塘在那儿，不是在这儿。哎，怎么是秦大公子呀？我还以为是我那府中逃奴呢。参见成王殿下。此处是京兆府的检验重地，怎会有闲杂人等在此？郑副爷，我若没记错的话，京兆府可没这号人物。四哥没有记错，九先生是我的人。老七，但此案关系重大，即便是你的人，也不能随意到办案重地。四哥有所不知，年后我就要正式入职刑部。圣上亲允我协助郑府尹办案，而九先生是圣上金口预言，许我请来的仵作高手。入刑部，原来如此。七弟向来有常胜将军之称，太子殿下有你相助，必然如虎添翼。看来此案是要早早告破呀。圣上允我是协助郑府尹办案，不是太子哥哥。这协助郑府尹是差事，助太子哥哥是你我兄弟之间的私事。这一公一私弄混了，恐怕我也不好向圣上交代。看来四哥真的是被这府中逃奴之事气糊涂了。方才府兵看走了眼，发现一个身形比较像那逃奴的少年，这才追了过来，都是误会。九先生，莫怪。既然都讲清楚了，四哥就先走了。秦大公子没有差事吧？一起。在下。四哥，秦大公子与我回京路上，注意良多。我早已约好今日晚上请他吃酒。秦大公子，不如你先去酒楼等我。好，我现在就去。也好，改日去我府上坐坐，你我兄弟也该好好聚聚了。好，走，去别处找找。本王就不相信区区一个小贼能翻了天。走。多谢世子殿下解围，有殿下相助，此案有救了。既有九先生出手，破案指日可待。郑府尹，荆州和豫州的案子，就是由九先生查明的。那真是天助我也。适才在下有所发现，还请郑府尹一同参详。请，请。这是我在死者胃中发现的橘子籽和鱼。死者是地处内陆，含有鲜鱼，即便是有，也因价格昂贵，
只有商贾豪门或大酒楼会常备。可死者衣着普通，家境平常，应会选在一间实惠的小饭铺用餐。可西市能卖鲜鱼的小饭铺并不多。可由此入手，找到死者用餐的饭铺，再根据消化时间，推测出他的行动范围。下官受教了。不好了，秦公子，第3名死者的衣物不见了，怎么会不见呢？不对啊，此前在府衙初检的时候，确实是在下亲手把这些遗物放到竹筐，随尸身运送过来的。方伯在初检时可有看到死者的小衣？这么说来，确实不曾发现。这3位的衣物，外衣中单俱全，唯独不见贴身小衣。行凶人应是对女子衣饰有特殊癖好之人。此话怎讲？郑府爷可熟知自己夫人的穿衣习惯？下官怎会知晓这等妇人之事？我问此话并无他意，大人请看。这些衣衫的质地虽很普通，但是扣线针脚却极为讲究。扣盼帮带也均未受损，可见行凶人是对女子穿衣习惯非常熟悉之人，才会在不扯坏针脚扣盼的情况下，将女子的中衣、外衣都穿戴齐整。这岂是一般男子可以做到？郑府尹对陪伴自己多年的夫人穿衣习惯都不知晓，这行凶人却能将3名死者从中单到外衣都穿戴齐整，又怎能单单漏掉一件小衣？展阳、方伯，立马去查，是何人运送尸身？是。此事涉及行凶人隐私癖好，定然不会公然示人，不好查找线索。还有一处，这是我在第3位死者身上发现的黑色冻疮膏。死者的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可见生性爱洁，身上也并无冻疮。这冻疮膏若是死者在遇害前沾染到的，定会及时洗去。只有在遇害时挣扎反抗，从凶手身上抓到，才会留存在指甲缝中。只有冬日亲手做工的人才会患冻疮。凶手既买得起又舍得买这种冻疮膏，说明他不仅收入尚可，且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一双手，绝非寻常农家或铁匠之流，应是靠精细手艺吃饭的人。能买得起这种冻疮膏，具有精细手艺的人，也定有自己的店铺。根据第1位和第3位死者身上相同的拖拽上，我怀疑行凶之处应在同一个有楼梯的屋内。凶手为了藏匿尸身，把死者在楼梯上下拖拽，待入夜后再行抛尸。熟知女子服饰收入尚可的手艺人，有住宅和店铺，可供固定行凶地点的。凶手3次都在同一室内作案，说明独居可能性大。虽说首饰匠人也熟知女子衣饰，可不管是首饰铺还是金楼，都绝不可能一人打理，难以避人耳目。那就很有可能是裁缝作。多谢公子指点迷津，下官立马去查。且慢，西市商铺众多，裁缝作也不少，3处抛尸地点又各不相同，距离期限也仅剩1天了。郑府爷从何查起啊？秦公子可还有办法？我只能从检验尸身的结果中找到线索，查案擒凶并非我所长。好不容易有了线索，却没有时间。郑府尹可有京城舆图？京城舆图存放在府衙，殿下如有需要，自取便是。郑府尹，你不必讳嫌，给我京城舆图2个时辰，我便能找到行凶之地。殿下此言当真？查案擒凶，乃是我所长。下官立马备车，速回府衙。掌柜的，可是你要做嫁衣？掌柜的，这些银钱可够做一套嫁衣？这些太少了。可是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想让我风风光光的出嫁，求求你了，帮帮忙嘛！
掌柜的，来2体。主子，成王的人一直在外面守着。适才成王分明是针对秦公子而来的，死者的衣物又莫名丢失，下官担心。郑府爷，秦公子是我的幕僚，以后还请称他为九先生。啊，是。可是眼下……放心，我说2个时辰就是2个时辰。不过，要劳烦一下斩捕头了。请世子殿下尽管吩咐。还请你跑一趟东水门，去查一查往西市酒楼送鱼的都有哪些鱼贩。是。九先生不是说死者用餐应该在小店铺吗？那鱼贩为何专程送货到小店铺啊？鱼是娇贵食材，运送途中难免会有损伤，卖鱼的鱼贩就会把那些死伤的鱼留着自己吃，或者贱卖给小贩铺。找到鱼贩，就可以找到买鱼的饭铺。下官明白了。可是成王这……九先生初来乍到，我先带他逛一圈，1个时辰即可。白风，驾车。是。1个时辰。要不就那家，这家挺好。是。钟永侯为了相助太子，还真是不遗余力，竟然把你也裹挟进来。我本就想找机会介入刑狱之事，他们此举正合我意，也帮你省了不少麻烦。我不怕麻烦，但是此事背后牵扯甚广，我是怕你冒险出头。今日你也见了成王的嘴脸，应知他与太子已势成水火，搞不好就会陷入党争，沦为他人的工具。我不怕，但你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不管是为了受害女子，还是为晋王和我爹沉冤昭雪，对于此案，我都是势在必行。好，你尽管放手去做，只需心存戒备即可。今日我已在圣上面前过了明路，往后刑部的所有案子，你皆可经手。谢谢。你为何带我来这翼王府？带你来见个人，正好甩掉那些蝇虫。这怎么会这么冷清？这没有王爷的王府，怎么会不冷清呢？七哥，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赶紧把衣服穿好。昨晚去哪儿鬼混了？小婉儿，七哥，你怎么不早说啊？万一小婉儿看上我秀色可餐，可不能怪我哦。殿下多虑了。你刚回京就穿成这样，是图男装俊俏，还是又去办案了？门口有条咽气的狗，你赶紧去把它给打发了。你们怎么会被成王的人盯上？你不会接了太子的倒霉差事吧？哎呀，行了，少废话，快去快回。等会儿带你一块去拜见夫人。哎，要去你自己去啊，他宁可念经也不肯见我，也只有你能让他破例了。我先替你们解决那条狗。衣服啊。哎，我带友人来拜见夫人，夫人可有闲暇？夫人正在抄写经书，请两位稍后。为何都管燕离的母亲叫夫人，不是王妃？回去再告诉你，你就叫夫人就好。侄儿拜见夫人。1年多未见，你长得越发像你父王了。这位是？这位是秦府2房的九娘子，单名一个婉字。秦婉见过夫人。不知你来，未备见面礼。是我贸然拜访，失礼了。
这个送给你，别嫌弃。这我不能收。七郎，好不容易肯带小娘子来见我，我很是欢喜。收下吧，也算是将来有个念想。多谢夫人。往后我与婉儿在京城会时常来探望你。不必了，帮我看着阿离便好。七郎，如果可能，尽快离开京城吧。这簪子应是夫人与翼王的定情信物，为何不留给燕离，反赠于我？你可知，20年前四川宣抚时，傅承业谋逆一事，傅氏就是因此被满门抄斩的。夫人就是傅承业嫡亲的妹妹。那翼王？翼王生前是傅承业麾下宫州观察使严寒。翼王本是应募入伍的农家子弟，因战功赫赫，受傅承业器重，得以迎娶傅家的女儿。翼王发觉傅承业意图谋逆之时，夫人已经怀了燕离，于是他假借送夫人回乡待产，试图潜回京城传递消息，却得知太子亲率的平叛禁军在风雷岭遭遇伏击。那是当今圣上身为储君时第一次得知，发现众圈套时已被腾油火线包围。翼王连夜赶去风雷岭，只身从烈火中救出圣上。然而，援军赶到时，翼王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却至死都将重伤的圣上护在身后。圣上感念严寒忠义，登基后力排众议，以高义为号，追赠他为翼王。还认燕离为义子，赐国姓燕，所以燕离的世子位是虚衔，京中权贵无人真当他是宗室中人。那夫人为何没能获封王妃？严夫人本欲训诫，可不忍燕离幼时忽视，便婉拒了封赏，避世清修了。所幸皇祖母对燕离真就像亲孙子一样看待，有皇祖母在一日，宫中就无人敢公然对他不敬。白首不离，夫人与翼王也真是情深意笃。夫人送你这木簪，恐怕也是希望你我
能够相携白首吧。可若是你遇难了，我绝对不会殉节，哪怕是穷尽碧落黄泉，我也会把害你的人都追捕归案。你这一席话，甚是令我放心呐。你大可放心，就算是你死了，我也会好好活着。放心，那你也放心，我定不会死在你前面。主子，那几条狗被我绕到庄永侯府去了。让哥祖带他们去京城溜溜，省得碍手碍脚。是，殿下，九先生，下官小有所得，郑府尹早已恭候多时了。请斩捕头带路。别在这儿动手动脚，以后不给你坐一辆马车。别在这儿啊，那其他地方就可以。嘿。二位辛苦了。适才我在想，3位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他们去做事的地方跟抛尸之处也相隔甚远。行凶之人是在哪儿把他们掳走的？郑府尹莫急，先有劳斩捕头，拿一些红线绳、红笔，还有雀眼网钉来。是。殿下要这些物事有何用啊？行凶人至今未留下任何线索，说明此人行事十分谨慎周密。这类人通常会找自己熟悉的地方作案，并提前计划好作案时间、作案路线。他仅隔半月就要作案一次，若是独立经营裁缝铺，不可能有时间满京城的寻找受害人；若是经常的关门歇业，必定会引人怀疑。所以，可以通过他3次抛尸地点，推算出他大致的行凶之处。可是这3处相距并不近呢。殿下，还请斩捕头把这些网钉都摁在鱼图上，作案人抛尸的地方。第1名死者在玉水桥下，第2名死者在废弃旧宅，第3名在暗巷。洪生。我朝3更宵禁，5更开禁通行。行凶人若要避人耳目，需要在这2个更次之间抛尸，并返回住所，并且不能使用推车或是骑马运送尸身。一个普通身量的壮年，背着近100来斤的尸身，一个时辰走4、5里地，已然不易。算上中途休息、躲避巡访、处理尸身，至少需要1个半时辰。剩下的时间正好可以回到住所，休整开业。这片区域，距离每个抛尸地点都在5里范围内。白风，你带上人去查查，这个区域里有哪些带着楼梯的铺面。行凶人虽有可能是裁缝，不过他的铺面未必就是他自己的。属下明白。不只是店铺，殿下说行凶人行事周密，在这周围很有可能另有藏身之处，所有带楼梯的宅子都要查。是。哎，白风，再过几个时辰就是限期最后1天，拿支令牌。今天顾不了宵禁了，快去吧。殿下，下官已在西市找到几家卖鱼片粥的小店，我与你一同去西市查问鱼贩。是。我想去趟义庄，看看能否从尸身上找到新的线索。下官陪9先生走一趟，殿下尽管放心。若有万一，记得用赤火。
母亲是个下九流，哪有什么闲钱去供你读书？只是你为何是个男子？为何是个男子？你告诉我，你为何不是个女子？你为何不是个女子？是个女子，你还能为我卖身结婚？为何是个男子？你为何是个男子？再去拿酒来。殿下，忠永侯府让奴送进了这个给太子殿下。臣所举荐仵作能手已查出线索，迟正搜捕嫌犯。忠永侯还说什么？侯爷请太子殿下高枕无忧。好。若此案能如期告破，我定不会忘了忠永侯府的功劳。府尹大人，方伯，那3位死者的尸身呢？尸身？不是方才大人命人将尸身拉走吗？本官从未下过此命啊。那死者的衣物呢？自然是一起取走了。我还纳闷了，说这天寒地冻的，尽可等结案再掩埋嘛。方伯可知那人是谁？自然认得，便是那次与斩捕头一起运送尸身过来的衙役。又是程王，何至于此？他把所有物证都拿走，我们该如何结案？我们先回府衙，殿下一定会找到新证据的。是，慢点啊！哟，二位客官，来听早。小店刚开火，这西市啊，可就我家鱼片粥卖的最是地道了。那就先上2个小菜，让我们尝尝你们家这最地道的生鬼鱼片粥。好嘞，稍等。殿下可是觉得这是死者生前用餐的地方？这第3位死者家住城外，难得进城采买，应该也想尝尝这地道的生鬼鱼片粥吧。菜来喽！哟，小哥，看这荷包，最近好事将近啊！客官，你误会了，这荷包它可不是我的，是前些日子有个小娘子过来喝粥，不小心落我这儿的。这不，我怕她来找，挂在腰上更显眼些嘛。那你可记得那小娘子穿的什么样的衣服？穿的，哦，好像是平常的葛布衣裳。殿下，死者穿的正是葛布衣裳。啊，那小娘子死了，那这荷包，你看，这是制作嫁衣的习俗，取嫁衣的日期正是死者失踪那日。掌柜的，掌柜的，小娘子请坐，喝杯茶，歇息一下吧。多谢。星儿差了几针，马上就要完成了。多谢掌柜的，你人真好。
市井一格。白风，按于途方位速检解一格，捉拿行凶人。眼下物证丢失，不能再没有口供了。是。郑府爷，就算行凶人如期归案，没有物证，成王仍可信口雌黄。那该怎么办？那就请郑府尹写个请罪折子吧。九先生也该回府，准备参加宫宴了。下官这就去写。九先生，大恩不言谢。现在你要想想今晚宫宴的事了，圣上也该见见我招来的贤士了吧？我必须要去吗？钟永侯肯定会让秦婉去的。我不去。宫中1年1度的正旦会，年年少你一人，我们一家子团聚，你不来多没意思啊！我跟他们谁是一家人？20年前大家拜的都不是同一个祖宗，我可不愿给人添堵，省得大家见我这个外人不自在。你算什么外人啊？我先走了。哎，你明日一早我就去给夫人拜年。好嘞，等你。你怎么在这儿？七哥特意让我准备了衣服首饰，我还得教你进宫的礼仪和规矩呢。你可不知，那京城的贵女个个都是800个心眼子，我要是不教你点什么，怎么放心让你进狼窝呀？怕什么呀？我去了只管装听不懂，不动也不说，任他们有800个心眼子都没用。真亏你想得出这招，一傻破万功。宁儿，我只叮嘱你一句，宫宴之时，我要去福宁宫看望太后，若有任何人欺负你，尽管打回去。于城于祖之风，我祖母那暴脾气人尽皆知。七哥，你应该嘱咐我不要下手太重才是。七哥，你怎么也不问问小婉儿喂的是什么就吃了？婉儿给的还需要问吗？这是解酒丸，不说是千杯不醉，至少也能100杯不醉。我也要。凭什么你是女儿身？凭什么我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中国公之女，倒能坐在本公主的下座，也不掂量下自己的身份。来人，给她换个座位。圣上让素贵妃同走此次宫宴，我这座次就是圣上允准的。公主殿下若有失仪，那伤的可是皇后的脸面。这首做的是皇后嫡出的公主胭脂，这次做的是冯晨璧他父亲中国公是苏贵妃的亲信。他们呀，天生的仇敌。但只要遇到秦昭宇，他二人立刻结为盟友。这冯晨璧也对太子，古往今来的侍女之争，也并非都是为了男子，对吧？此次的宴会由素贵妃同走，皇后并未参与，你也可知这风头最盛的是谁了吧？后宫妃嫔用尽手段争斗，无非为了子嗣，母宠则子强，自然成王处处强压太子一头。如今你们秦家想要嫁女入宫，难免处处掣肘，总不尽如人意。今日可真热闹啊！对。
居后座莫喜。多亏了秦昭宇斗皇后亲言，才得坐上中席。不过你这次帮了太子，万一皇后对你另眼相待，那……圣上驾到！太后凤体稍有不适，朕替他老人家照看各位，诸位不要拘束才好啊。谢陛下恩典。宁身吧。宁儿，你身边的那位，可是大长公主的义孙女儿？回陛下，是。前往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安。不必多礼。谢陛下。大长公主已经将你在荆州的事情都知会朕了，在信中还特意提到，让朕照顾好她的九丫头，如若不好，她就抡着鞭子来京城，朕是甚怕呀。陛下放心，民女定会照顾好自己，不使大长公主忧心。陛下不必担心，民女给大长公主开的方子有清心去火的功效，她老人家已很久不抡鞭子了。这秦九娘子的医术如此高明，还能令人改了脾性？陛下，婉儿妹妹的医术，我可是亲眼所见，在荆州大家都称她小医仙呢。中有侯府竟出了位治病救人的小医仙，真是功德无量啊！这可比京城第一才女这般华而不实的名头要强上100倍。女子之才各有千秋，何必起比较之心呢？无论是书画医术，还是女工烹饪，凡是明大义、懂事理的女子，皆令人可敬可佩。哎，好，秦九娘子所言甚得朕心呐，过月吧。谢陛下。皇兄为何还不进去？是在特意等我吗？还是怕父皇问起民女案一事？早知四弟对此案如此关心，该让父皇交由你经办才是。皇兄乃是拱卫京畿的太子，我区区一个成王，怎敢与太子殿下比肩？太子殿下，成王殿下，大臣们在殿外候着了。通禀。是。父皇心岁安康，陛下心岁安康。宁身吧。谢父皇。就坐吧。来，诸位，将此杯尽饮，祈愿心岁安康。陛下心岁安康。瑞王世子殿外候旨觐见。哦，七郎来了，快宣。圣上，万岁万安，心岁安康。免礼吧。谢陛下。来啊，给七郎换个大杯，把刚才那杯酒给朕补上。
瑞王世子启。哎呦，颇有乃父之风啊！元庆，再给瑞王世子斟上。是。看七郎喝酒，朕的心里甚是痛快。好酒量。圣上，虽为家宴，但臣有事不得不奏。宗卿有何事启奏啊？启禀陛下，新年之夜，百姓们欢庆新岁之时，然臣想起了那些惨死的民女及他们的家人，心中实在难安呐。他们心怀怨愤，又如何过好这佳节？此案限期已到，烦请太子殿下明示案情进展，以安民心。回禀父皇，此案已有重大进展，不日即将告破。有何进展？儿臣，臣有本上奏。准。启禀陛下，京城民女案今日已然告破，只因太子殿下不愿在除夕家宴之上提起此事，臣才未敢上报。此乃京兆府正府尹亲自所写的结案奏折，还请圣上预览。行凶人冷血残暴，多亏了京兆府占卜头及时赶到，才救下了无辜少女。这裁缝因嫉恨高价女子而残忍杀人，本朝之下，既然还有如此这般龌龊狠毒之人。启禀陛下，此人因自幼被生母虐待而落下心结，虽其残暴之处不止一连，但毕竟是因个人际遇所致，而与朝政无关。此番鬼奇命案能在几日之内得以告破，恰巧说明本朝朝政清廉。如此甚好，都起来说话吧。谢陛下。太子跟正卿都辛苦了，但是朕在这正卿的奏折中看到了几处明显的线索，都是由仵作发现的。如此人才，之前怎么未曾有所作为啊？启禀圣上，这位仵作乃是太子少保忠永侯秦树近日才向太子举荐的。陛下，为社稷计，臣自当肝脑涂地。秦卿有心了。陛下，臣还有一请罪奏折，请陛下预览。正府尹自觉监管务政不力，请陛下降罪。这遗物丢失，死者的尸体被毁，在天子脚下，堂堂的京兆府，竟然还能出这么大的疏漏！臣愿为正府尹担保，折中所奏句句属实。那，朕就派你立刻将这销毁政务、阻拦官府办案之人缉拿归案。臣遵旨。太子，你办事有方，心思细腻，正值这新春之际，的确是要以太平吉祥为好啊。多谢父皇夸奖。好了，
都就坐吧。谢父皇。来，诸位举杯。我们在此还是祝新岁吉祥。祝陛下新岁安康。太后，太后可是身上不舒服，磕得我胸口疼啊！要不要奴婢请太医来？不用不用，年年如此。大过年的，不要惊动皇上。哎呀，我胸闷的要紧，扶我出去透透气。是。慢点儿。太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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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快传太医，速去崇明殿禀告圣上。是。太后，太后。长大挪移。半将军定是禁军出身，身手真是不错，确实不错。好，好，好，臣言迟，恭祝陛下圣功万福。哎，这不是七郎吗？这错眼之间，你怎么从这真将军扮上这假将军了？陛下，
清明在公，人孝变物。臣自当为陛下驱岁除秽，以尽孝心。好一个驱岁除秽！那朕就封你一个刑部侍郎，为朕守一方清平吧。谢陛下圣恩。好，免礼。谢陛下。七郎，真是用心良苦。既然这屈诺已毕，那皇后就随朕登上这正华门，与百姓一起普天同庆吧。臣妾遵旨。好。陛下，启禀陛下，太后不好了。太后怎的不好？突发疾病。那为什么不请太医呀？太医院的诸位大人们接手在福宁宫，可是药煎好了，太后却喝不进去，眼看着便不成了。被撵！小婉儿，你去看看太后吧，她待我极好。眼下情形不明，若贸然出手，恐遭人利用。你放心，若有机会，我定会出手相助。好。陛下，陛下，新岁伊始，若百姓见不到帝后和太子，恐致民心不稳。陛下，陛下，以社稷为重啊！